嗨，大家好，我是 Emil。今天这集是我频道第一支介绍游戏的影片，我会来介绍一款 roguelike 游戏，叫做 For the King， 中文翻译是为了吴王。想介绍这款游戏大概有2个理由，第一个是它是我蛮喜欢的一款游戏，可以多人同乐，也可以独自游玩，价格也很便宜。第二个是因为最近它的第2代要上市了，所以想顺便做个第1代的回顾，让更多人认识这款游戏。那接下来我就先来介绍这款游戏的一些基本资讯。虽然刚刚说它是一款 roguelike 游戏，不过依定义来说，我认为它其实比较偏向 roguelite。已经知道2者差异的观众，这部分可以跳过。roguelike 这个类别的游戏通常会有一些特定要素，称为柏林准则，内容包含回合制动作、战斗，这个应该不用多解释。随机地图内容，意思是每次开新游戏，地图及获得的道具都是随机生成的。资源管理，意思是玩家需要透过管理身上拥有的资源来破关。永久死亡，意思是玩家一旦游戏失败或角色死亡，就需要从头来过，获得的道具也不会继承。网格地图，意思是地图要是方格或6边形，且角色是往格式移动。基本上以上元素都必须包含，才比较能称为 roguelike 游戏。而 roguelite 就是包含了部分上述要素，但可能没那么严格。像是 For the King 在游戏里，角色如果死掉，其实是还有机会复活的，但也不是无上限。那接下来我们就来进入 For the King 的世界吧。整个游戏的故事很简单，就是法鲁王国的国王被刺杀了，女王征求几位勇者去揪出幕后黑手，解决王国的混沌。这是主要地图的剧情，其他地图的剧情就不一一解释了。接着就从游戏开始前的配置一一介绍。游戏开始前会先让你选这次游玩的角色，每个职业都有各自的技能跟能力值，是固定的，选的时候可以参考。通常3支都会选不一样的职业，以下就介绍3支我最常用的职业当做范例。樵夫基本上就是坦克加斗士型角色，能力值优势是力量跟韧性，主要是物理伤害，技能是很会破门，还有战斗时有几率打出箭射伤害。我喜欢这支角色，主要是伤害真的很高，血也很厚，有好武器的时候就是主要伤害来源，有时也可以拿盾牌当坦克，就是一支简单粗暴的角色。草药师这支定位就是捕师，也是我觉得必备的角色，能力值优势是智慧，通常是魔法伤害，他最强的是他的技能，开局就能群体治疗，平时回合结束时还有几率在地上拔草，捡各种药草。缺点大概是血很少，有时候被针对很容易挂点。卖艺人，上述2个角色基本上是我的必选，剩下一支是我觉得比较没差的，但我通常会选卖艺人，他是才能型角色，根据拿的武器可以是物理伤害或魔法伤害，技能很丰富。第一个是在战斗中逃跑的成功几率超高，判定只需要1格。第2个是金币加成，很适合保管钱。第3个是战斗时有几率让对方的判定从成功变失败，但这很吃运气，有可能整局游戏几乎没发动，也有可能在关键时刻救你一命。选完角色之后就进入游戏，游戏内都会有主线跟支线任务引导，很简单，所以我就直接介绍机制。这个游戏不管移动或战斗都是用掷骰子来进行判定，骰子有成功或失败，几率取决于该项行动参考的能力值。每项能力值都会影响游戏中各种行动的成功几率，例如各种类型的武器准度就是看该项能力值。所以当在战斗中拿到战利品时，就要根据角色能力值去分配装备。游戏中还有一个东西叫专注值，就是当你没把握判定会过的时候可以使用。一个专注值可以确保一个判定一定会成功，但专注值很容易就用完了，需要补充。所以也很考验玩家的资源管理能力。接下来讲讲地图。游戏过程中，地板的方格如果是亮的，代表还没探索过，要移动到附近的方格才会知道那块土地上有什么。所以这算是一个鼓励探索地图的游戏。游戏中如果到达城市，可以接支线任务及买卖物品。要注意这个游戏的经济是会通膨的，所以也不需要一直存钱。如果有派得上用场的道具，就最好直接买起来。适当的卖掉物品，除了可以把背包整理干净，也可以用换到的钱买更适合的东西。
除了城市，地图上有时也会出现一些奇怪的遭遇，有时候是遇到敌人埋伏，有时候是可以获得道具或恢复生命之类的，也是游戏里随机性比较高的部分。游戏期间根据地图会出现混沌及灾祸，两个都会每隔一段时间出现一次。混沌发生时会增加游戏困难度，敌人会变强之类的。累积满3个混沌时，游戏会难到几乎无法进行，所以需要透过完成任务或在地图上找到混沌发生器来阻止混沌。灾祸则是会造成一些特定的负面效果。解除灾祸的方式就是在地图上找到那个灾祸的据点，打倒 BOSS 之后，灾祸就会解除。由于有混沌的关系，玩家不能一直无限拖延下去，要有效利用每个回合。游戏中解决某些任务可以获得学士点数，在游戏主画面可以到学士商店去兑换奖励。像前面讲到的3个角色都是需要学士点数解锁的，很多特定的武器或是地图上的好的随机事件也都是需要解锁的，所以这游戏通常前几次玩会比较辛苦一点，等到奖励都开得差不多的时候，就会比较容易破关。以上大概就是这个游戏基本上的进行过程跟游玩方式。接下来讲讲我玩这游戏的一些心得。这款游戏我觉得好玩的地方就是各种机制真的做得很完善，也可以做很多选择，事件随机性也蛮高的，所以每次基本上都会有不一样的体验。尤其是随着学士商店解锁的越来越多，玩的时候越来越强的成就感真的会很舒服。难度的设计也调整得不错，光是要突破后面2个难度就可以玩很久了。这游戏还有一个无限地牢模式，就是没有移动环节，整个过程就是一直边战斗边拿资源，打到资源耗尽、角色死光为止。游玩时长短，也蛮好玩的。单人游玩跟多人游玩也有很不一样的体验。多人的时候真的会很好笑，像是有那种各种宝物都自己独占的损友，还有运气特别差的朋友。每次重要判定都失败的时候就会被亏。通常多人我觉得好玩的地方就是在跟朋友的互动，有没有破关就不是重点。正是因为这种丰富的游玩体验，让我觉得这款游戏真的设计得很好。再来讲讲一些缺点，我觉得主要有2个，一个是单次游玩的时长还蛮长的，单人玩一局大概都要3-4小时起跳，不顺的话可能更久。自己一个人玩倒还好，但多人有时候没办法约一次就破关，这也是我觉得多人的乐趣可能不是在破关的原因之一。另一个是游戏中后段会比较疲乏一点，而且很容易出现移动到一半突然跑出来的敌人，有时候玩到后面会很不爽。以上大概就是 For the King 1代的介绍及一些心得，对这类型游戏有兴趣的话，我真的蛮推荐的。如果有朋友可以一起玩，那更推荐了。可以等 Steam 特价的时候买，蛮便宜的。选择在这时候介绍也是因为第2代要出了。第2代我目前还没有研究太多，只知道可以4人游玩，美术有升级，内容应该也会变得更丰富，是我今年相当期待的游戏。之后等我玩一阵子，会再考虑要不要再做一集介绍。今天的节目就到这边结束了。喜欢这集影片的话，欢迎订阅我及按赞。有什么想法，欢迎底下留言。我是 Emil，我们下次见。